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上期说到炭治郎重返战场，在山一和伊之助的拼死相助下，成功将无惨钉在墙壁上。随后，剩下的助们也赶到了。蜜莉徒手扯掉无惨的臂膀，石迷用身躯阻止其再生，小巴内用血肉之躯挡住了巨口。在他坚持不住的时候，义勇也出现在身后支撑着他。最后，穷途末路的无惨变身为巨婴形态，将炭治郎吸进了肉块里。最终，刑明也拖着残躯赶到了。在所有人的努力下，阳光照射在无惨身上，这场血战终于落下了帷幕。但这场决战究竟让他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？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看着逐渐消散在空中的无惨，惠利在泪如泉涌，不知是兴奋还是在释怀。以村田为首的队员们全都愣住了，看着这空荡的战场，似乎还没反应过来。紧接着一瞬间，哭声四起，所有人心里紧绷的那根弦都松开了。有的人抱着身边的战友，庆幸都还活着；有的人跪在地上痛哭流涕，而更多的是在呐喊，他们终于打败无惨了。惠利在一边也如释重负，直接晕了过去。毕竟一直指挥着这场血战的他，还只是个孩子而已。短暂的庆祝过后，便有人反应了过来，还没结束呢，一大堆伤员还等着大家去救治呢。几名队员将刑民安放在墙边，正想办法替他疗伤。住手！别把这些贵重的药浪费在我身上了。命的离去，众人泣不成声。迪完，蜜莉缓缓地睁开了眼。此刻，小巴内正抱着他。一黑先生，咱们赢了吗？咱们赢了。无惨已经死了。太好了，感觉身体一点都不痛了呢。看来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我也差不多，所以不要怕，你绝不会孤身一人的。可是人家不希望一黑先生死掉呢。我果然还是没派上多大的用场啊，对不起。才没有这种事，拜托，请千万不要这样说自己。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吗？当然是一黑先生帮助了不小心在主公院子里迷路的我。不，正相反，正因为那天偶遇的是你，是个看起来如此普通的女孩子，我才得到了救赎。有着银铃般动听的笑声，会为了一点小事而惊慌失措。明明经历了无数艰辛才晋升为主，可你却如此的乐观。跟你聊天，别提多让人开心了，让人隐隐有种变回了一个普通人的幸福感。相信其他主们一定也是这样想的吧。你那近乎无限的开朗和善良，在无形中拯救了无数颗伤痕累累的心。所以只要有我在，谁都别想说你一句坏话。听到这里，蜜莉终于掩饰不住的抽泣了起来。我好喜欢一黑先生啊，和一黑先生坐在一起吃的饭菜最香了，因为一黑先生永远都在用超级温柔的眼神看着人家。一黑先生，拜托你了，如果蜜莉下辈子还能转世为人的话，可以请你娶蜜莉为妻吗？当然。小巴内没有一丝犹豫，泪水也从脸颊滑落。只要你不嫌弃我就好，下辈子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，
让你度过幸福美满的一生。这场久违的告白终于说出了口。从小就被当作异类看待，同病相怜且惺惺相惜的他们，就这样携手去到了另一个世界。这里是玄迷，大伙儿全在那边。妈妈，你干嘛不去那边呢？妈妈，你在这里对吗？妈妈不能去那边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咱们一起过去，快过来！不，妈妈真的不能去那边，我伤害了自己的亲生骨肉，所以我知道了。那我陪你一起走，反正要是我去的太早，玄迷那臭小子一定会伤心的。妈，就让我背着你去地狱吧。撒手，他得跟老子一起走。臭老爸，妈的混账，你个人渣，快放开我嘛！无论这边还是那边，都不是你该去的地方。你可是老子的种，身子骨结实着呢，好好感谢我吧。在众人的抽泣声中，石迷缓缓地睁开了眼。妈的人渣！看来这场血战并没有带走他，背负着玄迷和大家的那份，他还要继续走下去。战场的另一边，一名队员发出了杀猪般的吼叫，原来是被亢奋中的猪头咬了一口，躺在地上不停吐血的猪头依旧精力充沛。拜托了各位，如果我死了，请转告我的爱妻灶门祢豆子，人家就没嫁给你好吗？顺便把我的英雄壮举和对他矢志不渝的爱都转告给他。这家伙还真是叽里呱啦说个没完。另一边，两名队员都拦不住伤重的义勇。探长他人呢？他还好吗？总之你伤得很重，先让我们温经疗伤吧。只见太子郎浑身是血，跪在地上，手里却依旧握着日轮刀，既没有呼吸，也没有脉搏。太子郎，这一刻，队员们掩面痛哭，而义勇呆呆地愣在原地，泪水控制不住的滑落。太子郎，我又没能保护好你，到头来，我每次都在被别人所保护，请原谅我吧。曾经枪斗的离去让他一直负重而行，而将他从深渊里拉回来的人，如今以同样的方式离他而去。不远处，祢豆子也狂奔而来，但等待着他的未免有些太过沉重了。其实死亡的阴影每时每刻都纠缠在我身边，还在母亲腹中时，我的心脏就曾好几次停止跳动。我出生时既没有脉搏，也没有呼吸，甚至产婆都说我是个死胎。在身边木柴即将被点燃的时候，我总算挣扎着发出了第一声啼哭。所以我执着地向着我唯一的愿望而努力，并将它化为了现实。我得到了永生。然而单一个体能做到的事果然还是有限的。产物父，现在我不得不承认，你之前那句话是对的，任何生物都终将一死，只有意志才能永存不灭。诚如你所言，那些死在我手里的人类，我从来没有任何影响。于他们而言，肉体的死亡就是终结，而事实又如何呢？那代代相传的意志仿佛永恒不灭的火种，就连强大如我也最终被它所击溃。我真切地被眼前的事实所震撼，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。我的肉体很快就会被太阳光所毁灭，然而我的意志也与你们人类同样是永恒不灭的。我将把自己所有的意志都灌注在这个孩子体内。虽然他已经没有了心跳，但他体内的细胞还未完全死亡。既然如此，就来得及。我将把所有的血和力量都注入你的体内。如果你并未瞬间暴毙，而是活了下来，到时候灶门太之郎，你将会成为克服了阳光的最强鬼之王。毕竟你是体内流淌着和灶门祢豆子相同血液的亲哥哥，而且还是这世上唯一能和那个怪物一样驾驭日之呼吸的人类。所以我坚信你不会死，太之郎，我的梦想就由你来替我实现了，代替我将猎鬼者们赶尽杀绝吧。只见太子郎断掉的臂膀瞬间再生，下一刻太子郎竟然冲身边的队员发起了攻击，义勇瞬间将队员扑倒，而其他人还愣在原地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怎么了，太子郎？
而此刻的炭治郎早已经失去了人类特征，无论是利爪还是尖牙，以及那毫无感情的瞳孔，都预示着炭治郎已经鬼化了。义勇最先反应过来，怒吼着让他们快闪开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突然间，炭治郎的手臂开始了溃烂，原来太阳光已经照射到了这里。炭治郎发出了痛苦的吼叫，倒在地上，而那名险些被一爪子干掉的队员还木愣地杵在原地。不要发呆，快退后！可是炭治郎他，看来众人还没意识到问题所在。所有还能动的人，快拿起武器，集中起来！这一声怒吼传遍了整个街道，但此刻的大伙都处在放松状态，丝毫没有警惕感。但紧接着，炭治郎变成鬼了，必须把他固定在阳光下消灭掉。这下所有人都愣住了，赶在他杀人前将他消灭。而此刻炭治郎身上的溃烂还在继续，他猛地撞向一边的车厢，试图躲到背阴处，但义勇一刀便刺了上来，将其死死地控制在地上。看着眼前这般模样的炭治郎，义勇心里更加难受。哪怕迟疑片刻，刚刚那位队员肯定已经被杀害了。拜托了，炭治郎，请就这样逝去吧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炭治郎知道自己变成了这样，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自裁，这是对他最好的交代了。可突然间，炭治郎脸上的溃烂肉眼可见的在慢慢停止，他也不再露出痛苦的表情。阳光造成的烧伤停止了？怎么可能？这一拳要是没躲开，恐怕义勇整个脑袋都要被砸碎，仅仅是擦到一点都让他血流不止。而下一拳又挥了过来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伊之助终于赶到了，但眼前的情况他还是有些摸不着头脑。这可是中分小怪呀，是自己人好吗？炭治郎！善逸也在队员们的搀扶下赶到了，但看着眼前蹲伏在地上的身影，他那恶鬼般的相貌和神情，猪头愣住了。怎么会这样？炭治郎，大家明明都已经遍体鳞伤，无力再战了，你却被变成了这番模样，那祢豆子妹妹可怎么办呀？炭治郎！此刻的炭治郎什么也听不进去，直接杀向了猪头。看着招招下死手的炭治郎，猪头心里难受极了。咱们几个可是好伙伴，就像亲兄弟一样哦。今后不管是谁有行差踏错的趋势，另外2个人都必须全力阻止哦。所以就算再艰辛，也要堂堂正正的活下去。住手啊，炭治郎！他可是伊之助啊，俺必须阻止你。伊之助，我这条鱼也给你吃吧。不行啊，炭治郎，俺下不去手啊。因为是伙伴，所以这般刀刃相对，猪头还是下不去手。而如今被无惨制造成鬼之王的炭治郎，其恐怖实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。早已遍体鳞伤的众人究竟该如何阻止炭治郎呢？那么到这里，炭治郎篇就基本结束了。接下来的篇章将会以每章的章节名命名，进行最新章节的解说，时长可能会稍短那么一些，但麒麟会尽快加快更新频率，抽空进行人物传记、番外篇或是其他解说。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，另外在这些地方也能看到麒麟的视频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